重生回到90年代，我用现代人的思想预知到了当地政策接下来的变动，于是提前花低价买了一块不起眼的乡村地皮，而今天我要把这块地以几百万的价格卖出去，来作为自己快速成为亿万富翁的敲门砖。老先生，刚刚是您给我打的电话说要买这个地吧？呵呵，原来这块地的主人是个毛头小子，那这事就好办了。没错，我叫刘永康，听原主人说，你以2万5的价格买了他这块地，我想以2万8的价格买下来，不知小友可否卖我这个面子啊？观其面相，这老头看似慈眉善目，但实际上是个笑面虎，还他妈这么抠，想来绝非善类。老先生，3000块的面子也太寒碜了吧？看来你不是诚心要买我这块地啊？那你打算卖多少啊？250万，少一个字不卖。小子，你他妈狮子大开口是吧？2万5买的你卖250万，你怎么不去抢？嫌贵就别买呗，老子又不着急出售。你应该很清楚，别说这个采石场还没有正式拆除，就算将来拆了，也根本不值这个价。其实之所以出这个价，只是纯粹不想卖给他们而已。毕竟我的目的是以此作为接触上流社会的敲门砖。可这2个货，别的先不说，单论一个抠字，老子就绝对不会买。目前值不值250万我不在乎，毕竟买它我只花了2万5，就当投资了，说不定哪天就值了。哼，听你所言，似乎并不是诚心要出售啊，如此还让我们在这等你半天，莫不是在戏耍我们？言罢，刘永康的一众保镖军士上前一步，立刻变得严峻起来，而我只是不屑地笑了笑，随即说道：看来老先生是打算强买强卖了。不管怎样，你总该给我一个说法吧？没说法，就2个字，老子不卖。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啊，不知天高地厚。不过老夫可以再给你个机会，一上来就动粗也不是作为长辈的行事风格，所以一口价给你80万，这可是翻了几10倍了，如何？我刚准备说话，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道汽车轰鸣声，随后车上下来一个30来岁的男子，他走过来后便直接说道：这块地我出100万买了。见到是此人后，刘永康和他孙子刘晨洲脸色同时一沉，因为他们2家都是地产生意起家的，都说同行是冤家，双方可谓是相看两厌。不过面子功夫还是要做的。小孙总，怎么你也看上这块地了？没错，最近我的运气不太好，请高人看过，说是祖坟位置不好，所以我打算买个风水宝地给祖宗迁个坟。这块财神窟金之地很是难得，我自然是要来看看。孙英，既然我们都想要，那就公平竞争吧，我出110万，我出120万。那好，这块地就以120万的价格卖给这位先生了。此话一出，全场都愣住了。反应过来的刘晨洲厉声说道：小子，你懂什么叫竞价吗？老子还没继续出价你就卖了，你他妈的是怕卖贵了还是咋地？一旁的孙英也是一脸愕然，啥情况啊？这货咋不按套路出牌啊？看着刘承洲那气急败坏的模样，我淡淡说道：老子什么时候说过让你们竞价了？继续喊下去，你最少多挣几10万，这才喊了一轮你就卖，你脑壳坏了吧？老子就是纯粹看你不爽，不想卖你，咋地？你是有意见？此时的孙英在心中暗暗对我竖起了大拇指，毕竟能让刘家吃瘪他自然是相当爽的。同时他也对我这个陌生人产生了几分好感。好了，程州，既然他不想卖，咱们也别强求了，天下风水宝地多的是，还怕买不到吗？见自己爷爷都这样说了，刘承洲也只好作罢，但临走前不忘对我说一句谢父。小子，你牛逼，下次别让老子碰到你。老子也给你一句忠告，最好别惹老子。哼。等刘家人走后，孙英一脸客气地说道：兄弟，怎么称呼啊？我叫罗小三。孙总，这块地是你的了。小三兄，你这一手着实让我感到意外，可你明明能多挣几10万，为什么选择直接卖给我？刚刚那小子出言不逊，我还没穷到为了区区几10万就能忍下这口气的。有个性，不瞒你说，我跟刘家也不对付，就冲你今天帮我出了一口恶气，我再加30万，一共给你150万，如何？观其面相，此人非同一般，日后对我必有大用。不必说好的120万就120万，哈哈，果然是爽快人。那咱们去车里签合同吧。签完合同后，我们便在车里闲聊了起来。小三兄，我来之前可是打听了，你也是刚买这块地没2天，我很好奇，你为何突然选择投资这块地的？很简单，前几天不是有条关于江川市环保的消息吗？我发现那块风水宝地之后，便推测到旁边的采石场大概率会拆，所以就提前买下了。这里确实要拆，但通知是今天才下的，你这眼光真够毒辣，运气罢了。随着聊天的深入，孙英对我这个比他小6、7岁的青年越发敬佩。毕竟我的一些见解和对商业的认知，完全超脱了这个时代。1小时后，他热情地将我送到家附近。这次多亏了你，我父亲一直念念叨叨给爷爷找个好墓地，这下总算能完成我父亲的心愿了。不必客气，我们也是各取所需罢了。你这个朋友我孙英交定了，后面咱俩必须多走动走动。我也正有此意。就在这时，孙英的电话突然响起。怎么了，汪秘书？董事长，
今天晚上长盛大厦要竞拍了，您看咱们要参加吗？不参加。长盛大厦连续几年都亏损，买下来毫无意义。由于我们距离较近，他们的对话一字不漏地传到了我的耳中。孙总，长盛大厦要卖了吗？是的，那长盛大厦主打高端奢侈品行业，最近这几年越来越不景气，他们已经连续亏损2、3年了，估计不管谁接手，结果都一样。其实我倒是觉得可以买，我老婆就在那上班。今天上午我路过了长盛大厦，感觉它的位置相当不错。在我看来，他们之所以亏损，是一开始的高端奢侈品定位有问题，如果能改变一下，绝对1年回本。1年回本要如何做到？以往长盛大厦的客户主要是以上层社会为主，这种运营方式只能做那一小撮人的生意。如果把整个行业面向大众，那就完全可以在低端市场做高端。如此的话，商业潜力必然能呈井喷式增长。有一点我没明白，既然都在低端市场了，还怎么做高端呢？这个比较复杂，我只能说，如果这长盛大厦在我手里，定能扭亏为盈。不过我可没那个资金去买下。通过我这简单的几句话，还有我们在车上谈论的商业话题，以及我对那块风水宝地的预判，此时的孙英突然就有了一个大胆的目标。小三兄，如果我把长盛大厦买下，让你来当执行董事，你能保证稳定回本吗？闻言，我故作诧异的说道：“孙总，这玩笑可开不得。看来你对我这个人还不了解啊，我可不会随便开玩笑的。长盛大厦顶破天也就1个亿，对我来说也就是洒洒水了。我们英辉集团随便一个子公司都比它值钱。看来此人的财富并非只靠父辈的原因，富人之所以富，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眼光毒辣，敢打敢做，不怕亏损。如果干什么事都畏畏缩缩，那就注定成不了大事。”想到这，我当即说道：“那倒是在下眼拙了。可我们才刚认识，你就给我这么大的职位，难道不怕我是纸上谈兵？当年刘备的孔明，才1天就敢把军权交出去。我与小三兄这等高人，区区一个长盛大厦的执行董事都不敢做，还怎么赚大钱？况且一个执行董事1年的工资才多少？我开几瓶酒都不止这个数。”此时此刻，我也不得不感叹富二代的豪横。话虽嚣张，但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人家根本不差钱。见我没说话，孙英又接着说道：“怎么样，小三兄，敢拼一拼吗？虽然初始阶段我不能直接给你股份，毕竟我也要给集团交代，但是我保证，只要你能做出一点成绩，股份我绝不会吝啬。”闻言，我也不再扭捏。可以，不过我有个条件，我只负责运营方面的工作，其他的事我不过问。没问题，能赚钱就行。我现在就去长盛大厦的竞拍现场，最多2天你就可以上任了。希望我是慧眼识珠。那是自然。之后，我跟孙英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他便坐车离开了。我若成了长盛大厦的执行董事，那不就相当于成了自己老婆的老板吗？到时候让他给我当秘书。对，就这么定了。想到这，我又向老莫拨了过去。你的复仇计划进展的如何？知令很顺利，目前在江川市已经有了基石。拿你下山的事情要不要告诉陈梅和张彪？现在还不是时候。阿彪那个人容易激动，要是知道了我没死，他的微表情肯定会在白梦瑶面前败露。对了，他俩这3年还好吗？你刚出事那会，陈梅得知消息，本来是准备利用他的家族力量对付白梦瑶的，不过被我拦下了。我告诉了他你还活着的消息。至于张彪，他的狂飙集团如今成了市里唯一的社团，但是话事人变成了2个，一个是他，另一个是陈之豹，他俩现在平起平坐。白梦瑶、陈之豹，好好珍惜当下的时光吧，你们的好日子不长了。知令，关于陈之豹，我有件事不得不和你说。什么事？我希望你最后能留他一命。怎么说？其实陈之豹他哥陈德胜是我的救命恩人，可以说没有他哥就没有我。小时候我与他俩的爸妈都走得早，陈德胜那家伙小时候比较会来事，身边的兄弟多，他那时经常带着弟兄们四处打劫，养活了我们身边很多人，当然还包括我。那时候要不是有他，我早就饿死了。最后因为他哥的仗义，身边兄弟越来越多，后来长大了，咱们这帮人就组建了小帮会，到处打架收保护费，然后就成为了人人唾弃的淮南地头蛇。也就在那时，我们跟你哥王建国抢地盘起了冲突，正好那时上面突然要治理黑道，我记得这事情当年枪毙了数不清涉黑的人，以及王建国和我们的手下，当时我也因为此事差点被逮住，那时陈德胜又找了小弟帮我顶了罪名，不然我早吃花生米了。最后我不得不逃出江淮，因此我就认识到了咱俩的师傅，学了一点本事，最后去白家做了打手。所以我现在对陈之豹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还他哥的人情。现在我陪阿豹一路走来，他也成就了他哥当年想做风云人物的梦想，而我现在只欠他哥一条命了。好，我答应你，我会留他一命。不过你似乎对我有些误解，白梦瑶我会让他死，但我只会通过正当手段，他的死只会是在法律制裁上。放心，我不会杀人的。要是杀人的话，我早就把他杀了。那样我跟赵太那种人又有何意？嘿嘿，师弟真乃正义。重生回到90年代，我用现代人的思想预知了当地政策接下来的变动，于是提前花低价买了一块不起眼的乡村地皮。不过为了揭示上流人物能让自己快速成为亿万富翁，我故意把地皮以低价便宜卖给了富豪。不曾想富豪为了感谢我，巧合下竟让我做起了我老婆公司的董事长。老婆，今天怎么下班这么早？我工作的地方长盛大厦今晚要拍卖了，所以全体员工放假1天，这次我恐怕要失业了。闻言我心中暗喜，因为一想到当他看到新任董事长是我时，那时候他惊讶的表情该会是什么样的，于是便对他挑逗道：失业？为什么呀？
长盛走的是高端路线，福利跟提成都不错，因此对员工的要求也是极高的。其实我是走后门进去的，所以这次裁员名单铁定有我。原来我老婆还是个关系户啊，不得了。不过既然是关系户，那应该不容易被裁才是啊。哎呀，你就别笑话我了。之前我妈不是说过吗？我还有个妹妹，她大学毕业后找了个男朋友，就在长盛大厦担任人力资源部副经理。可就算是她，在这个换老板的关键时候，也不敢贸然留下我的。放心吧，他们不会把你裁掉的。其实我这话说的比今年下的雪还要认真，但他闻言却是认为是我在安慰他，然后对我俏皮的回复道：切，你说不裁就不裁啊？你以为你是董事长哦？再说了，人家当董事长都是开车上下班的，你当董事长之前不得先有辆车啊？你这主意倒是不错。我是开玩笑的，你还听不出来啊？真是的，小轿车那么贵，咱们哪买得起呀？不贵的，而是掏出今天挣的120万额度的支票，准备先给他来个前菜压压惊。这是120万，我明天先取30万，把你的20万贷款还了，剩余的就作为我们的日常开销，以后就别再愁眉苦脸了哈。秀秀看着我手里的支票，惊讶的说道：真的假的？你别告诉我这是你卖那块废地赚来的。那可不是废地，而是我们奔向财富的康庄大道。第二天清晨，一起床我便早早出去取钱，而就在我出去没多久时，家里就来了3个分手大师，正是秀秀的母亲周秀兰和妹妹晨曦，以及晨曦的未婚夫楚轩，也就是我即将要担任董事长的长盛大厦人事部门的副经理。对普通人而言，他就是当代的成功人士，所谓的稀有高质量男性。你们怎么一大早就过来了？姐姐，妈都跟我说了，你那消失3年的老公回来了，我这做妹妹的当然得见见呀。对了，怎么没见他人呢？他这是社恐，还是没脸见人啊？别这么说，你姐夫他出去取钱去了，很快就会回来的。闻言，周秀兰一脸惊讶：取钱？什么意思？他还真把欠我的5万块凑齐了。妈，欠你的钱他昨天就给我了，我正准备找个时间给你呢，今天你们过来正好。说完，他便掏出5万块钱递给周秀兰，而晨曦见状也是一脸惊讶：妈，这5万块是怎么回事？没什么，就是前几天我用激将法想让罗小三离开你姐，没想到还真让他凑齐了。这有什么？区区5万而已，凑齐就凑齐呗，和离婚有什么关系？再说了，这些本来就是欠你的钱，他在外面躲了3年，姐姐就苦了3年，这样的姐夫我可不认，我绝对支持他俩离婚。没错，婚该离还是要离。妈，小希，能别提离婚的事吗？小三他很好，我永远都不可能和他分开。秀秀，那罗小三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我可是把下家都找好了，只要你俩离婚，你立刻就能嫁一个有钱人。实话跟你说吧，我们今天就是来带你去相亲的。姐姐，你就别执迷不悟了，那个人根本就配不上你，妈给你找的相亲对象可是有着100万资产的大亨呢。见二人劝不动秀秀，这时一直没说话的楚轩也是帮腔道：姐，妈和小晴说的也在理，这个家全靠着你上班撑着，此次长盛大厦易主，必然会对管理层以下裁员，这次裁员估计连我都帮不上你了，到时候你被辞退，若再想找一份这么高工资的工作可不容易，你总不能真指望你那个废物老公吧？也就在这时，老五气愤地说道：是何人在此狂吠？哼，你这小兔崽子真是越来越嚣张了。呵呵，校长，你该庆幸这里不是江淮，要是在江淮，我早就干你了。还有，我三哥现在已经回来了，以后你就知道孤儿为什么是铁做的了。小土鳖，你还教育起老子来了？要不是老子给你嫂子工作的机会，你怕是早就饿死了。也就在这时，我取完钱赶了回来，见到2名生面孔，我好奇地问道：老婆，这2位是？这是我妹妹晨曦跟准妹夫楚轩。妹夫，你们好。面对我礼貌的问候，二人均是冷哼一声，没有做出任何答复。见他们一副傲气的样子，我并不是很在意，因为对于有教养的人来说，初次见面礼仪礼节方面还是要有的。楚轩，感谢这几年你给我老婆提供的工作岗位。你倒是还会说些人话，不像你弟弟，纯粹是喂不熟的白眼狼。我们罗家向来有恩必报，我弟弟什么样我很清楚，不劳你评说。不过话说回来，你虽然帮了我老婆，但这并不能成为你骂我是废物，骂我弟弟是土鳖，是白眼狼的理由。罗小三，看来我的确有点低估你了。不过你别以为你歪打正着的赚了这点小钱就能改变什么。妈，欠你的钱我已经还了，秀秀的贷款我也马上就能去银行还掉。按照之前的约定，我会给秀秀幸福，希望你不要再干涉我跟秀秀的婚姻了。你这种人我见多了，别以为你红口白牙我就会信你。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很简单，我给秀秀找的新女婿正等着我们过去呢，所以无论如何你都要和秀秀离婚，必须离。那我也明确告诉你，绝无可能。这副不要脸的，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你凭什么像狗皮膏药似的粘着我姐不放？你看看你，1没钱，2没车，3没房，就连一份像样的工作你都没有吧？整个就一三无产品，你离哪点能配得上我姐？就是，你看看人家楚轩，长盛大厦人事副经理，有车有房有颜值，叫我说，你连人家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此刻被自己未来丈母娘一顿夸的楚轩，故作谦虚地说道：妈，你过奖了，其实也没什么，这个世界只要有实力、有背景，愿意拼搏，总能出头的。不像某些乡下人，
靠着歪门邪道挣了点小钱就忘记自己是谁了。此时的楚轩只顾得口嗨，而他不知道的是，现在有多爽，到时候他就有多后悔。你就闭嘴吧，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夸自己的，你真不害臊吗？罗小三，你敢这样跟我说话，这就是你说的有恩必报。一码归一码，我要如何报恩，你很快就会知道。但我认为你给我老婆提供工作岗位的事，并不能成为你在我面前嚣张的理由。看你不顺眼，老子一样揍你。妈，小西，你们听到了吗？这是人说的话吗？土鳖就是土鳖，真没教养。老子这辈子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没良心的家伙。闻言，我便不再和他废话，直接将包里的30万现金丢在了桌子上。而这一刻，几人直接震惊，毕竟这个年代30万现金的冲击力可不是盖的。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前几天我买的那块废地，昨天卖了，小挣了点。就那鸟不拉屎的地儿，能值这么多钱？没办法，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言罢，我又掏出2万块钱，直接丢给周秀兰。接过钱的那一刻，她咧出嘴角，但又不想在我面前失态，尝试了好久才压制住。想必秀秀只是还给了你5万本金，这些钱就当做利息吧。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你跟秀秀离婚。我相信你也不想成为秀秀奔向幸福的绊脚石吧。闻言，我决定不再忍了，对他厉声道：“你希望？你凭什么？凭你把幼年的秀秀弄丢，还是凭你侮辱性给的3瓜2枣？说到底，你有什么资格操控秀秀的未来？”秀秀听到我这决绝的话，也是立场坚定的说道：“妈，我跟小三永生永世绝不分开，你的生育之恩我无以为报，但我也不希望你再伤害我的爱人，任何方式都不行。”闻言，周秀兰瞬间没了理由，只好深思了片刻，她才开口：“我可以暂时不逼着你们离婚，可罗小三你必须找一份正经工作，但是不能当保安，也不能干工厂，月薪最低也得1万，这样才配得上秀秀。我在亲戚们面前也能勉强有些面子。90年你让我月入1万，怎么有难度吗？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对于我来说那太简单了，过2天我直接找个公司当董事长，你看如何？”闻言，秀秀还以为我在跟他妈斗气，当即劝说道：“老公，你少说2句吧。”哈哈哈，就你还董事长，凭哪点？凭你长得帅，还是凭你没钱？就是，我看你这辈子、下辈子、下辈子也够呛，你还真敢开口。秀秀，别以为妈暂时不让你们离婚就算作罢，我会定期考察他。如果罗小三以后没让我满意，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也真是不听话，本来今天是带你去见我未来金龟婿的，这下好了，我还得放人家鸽子。闻言，秀秀故意搪塞道：“知道了妈，你快回去吧，我会监督小三，让他好好找一个工作的。”罗小三，我告诉你，我这关你还没过，你要是在江川成不了事，那就趁早离开秀秀。妈，我敬重你是因为你是我老婆的母亲，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你要是再替我老婆约男人，就别怪我六亲不认。见到我那冰冷的眼神，周秀兰直接被吓得没敢继续抬杠，而是灰溜溜的走了。妈，我估计罗小三就算真找到工作也不会长久，更何况还月薪1万，就他那样能找到才怪。我相信要不了几个月，我爹会看清形势的。但愿如此吧。对了，女婿，听说你们长盛大厦最近要换老板了是吧？没错，昨天晚上长盛大厦已经被英辉集团收购，传言明天就会派新的执行董事来接管公司了。这换主子了，你的职位应该没事吧？妈，不用担心，人事部本来就是管人的，我肯定不会被裁的。听到此话，周秀兰才放心，随后她便取出我刚给她的2万利息。这钱你拿着，等明天新任董事长来了，你给他送点礼，看看能不能提拔提拔。妈，这可使不得，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晨曦也是赶忙摇头。妈，这钱我们不能要，还是你留着吧。听妈的，你们小俩口刚在市里买房，手头也不宽裕，妈怎么也要帮衬帮衬，这钱无论如何都要拿着。闻言，2人一脸窃喜，收下钱后，3人便开心心的开车离开了。而这时，秀秀便接到一个电话，是她的另一个同事张丽娟。秀秀在干嘛呢？在家呢，没干什么。今天好不容易有天假，怎么能待在家里呢？咱们平日里玩得好的几个小姐妹晚上组了局，一块来 happy 吧。我还有事，你们玩吧。你看你，公司团建你不去，老板请客你也不去，咱们几个小姐妹叫你，你还不去。秀秀闻言也有些犹豫，但显然是意动了。见状，我直接开口道：“去吧，如今我回来了，你也是时候卸下压力了，该玩的玩。”见我这样说，她也没再推辞，毕竟哪有女人不喜欢跟小姐妹一起玩的？之前的她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才能推就推的。那好吧，这才对嘛。晚上8点，碧落斋不见不散。我晚上带着我老公跟我弟弟一块去，可以吗？没问题。重生回到90年代，我用超前的思想帮助富二代解决了难题。交谈中不仅被他认可了我的远见与能力，竟还和我结为了好兄弟。没想到就在今天，他属下的属下居然会对我出言挑衅。好久不见啊，各位美女，你们只管吃好玩好，今天所有消费我来买单。不过他不行，因为我看他面生。我也没说要你买单。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让秀秀守活寡的废物老公吧？怎么你这是地里待着不舒服，从坟堆里面爬出来了？言罢，他用着侵略性的眼光看了秀秀一眼。当然，这个细微的举动自然逃不过我的眼睛。他妈的，要不是因为有这小子，秀秀3年前说不定就答应和我在一起了。你说你特么的怎么就没有真正的死掉呢？这么漂亮的妞老子睡不了，真是可惜了。呵呵，你是哪位？我怎么没听秀秀说过，她还认识你这样的傻逼？
好了，你俩都别吵了，今天是我们小姐妹聚会，怎么还成了你们两个大老爷们的主场了？哼，行，今天看在各位美女的面子上，这次就放过你。对了，傲天，今天一起出来吃饭，刚好我还有个事想请你帮忙的。什么事尽管说。这次我们长盛大厦不是会被银辉集团收购吗？这件事我们这群小姐妹都可能被裁员的。你上次不是说你认识银辉集团的孙什么英吗？说是关系还很好，这次你可要帮我们说话，可千万别把我们给裁了。我操！闻言，龙傲天菊花一紧，似乎像是想起了什么。上次喝多了，只是想在这几个女人面前吹牛批罢了，没想到她们记得这么清楚。我虽然是银辉集团的管理层不假，不过只是分公司的而已。孙英我也的确认识，没错，就连电话我也有，但人家可不认识我啊。你说的该不会是孙英吧？银辉集团的董事长。对，他说的就是孙英。我去，银辉集团可是江川市的龙头企业，是咱们省里头的顶级豪门，旗下子公司不下10个不说，还涉及地产、娱乐、外贸等行业，在省会江川有着主导的地位。你们放心，这不过就是一个电话的事而已，明天我找个机会跟他说说。好，那我就替我们这群小姐妹先谢谢你了。慢着，既然你说你认识孙英，那不妨现在就打个电话。明天长盛就要被正式收购了，这事要是等到明天，怕是有点来不及吧？用不着你的手机，我都说了明天打。你换新手机了，那你就等明天早上一起床我就打。现在这都晚上了，也不太合适。呵呵，你们关系要是真的很好，还在乎白天跟晚上吗？罗小三，你什么意思？你这是不相信我老公认识孙英了？假如我真的打电话给孙英聊聊裁员的危害，说不定他还真同意了我的想法呢。搞不好到时候效果不错，以后他还会让我去总公司当高管呢。打就打，我现在就打。那好，我拭目以待。小子，倘若我搞定了这件事，你怎么说？你想如何？服务员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来5瓶台子。很快5瓶台子就放在了桌上，随后龙傲天便冲着我说道：如果我把这件事搞定了，你对平春一口气干5瓶，干嘛？闻言我笑了笑，因为我早已看穿此人的小心思。很明显他这个举动是在吓唬我退赌，但是不好意思，你基于我老婆的眼神，我很不喜欢。倘若你没把事办成，这5瓶你干了如何？闻言龙傲天顿时一紧，你真敢和我对赌？不然呢？好，你他妈够狠的！言罢，龙傲天咬牙拿起电话，不过拨号之前他又一副没底气的模样，再次恐吓道：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打吧，别他妈废话了。罗小三，上次不知道被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骗到了何威，弄得我被他打了一顿，这笔账今天一定要我老公帮我讨回来。傲天，快打吧，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他求饶的样子了。随着几声拨号声传出，这时突然响起被挂断的声音。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怎么说？孙英应该是在开会。看来今天这5瓶酒是老天不让你喝。哦，是吗？不过既然要赌，那就不能半途而废，要不还是我打吧。此话一出，现场所有人都是一脸的诧异，但随之而来的就是一阵哄笑。罗小三，你就别搞笑了。何为我是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手段认识的，但你说你还认识孙英，会不会就太扯了？你知道孙英是什么级别的人物吗？秀秀，你老公认识孙英，你怎么不早和我们说呀？就是啊，害得我们这几天还担心丢了工作，你可太不仗义了。说完，几人都是不约而同的笑了起来，他们表面看似佩服，实则暗讽。见状，秀秀怒道：我相信他。看着秀秀的表情，我只是微微一笑，随即直接拨通了孙英的电话，并开了扩音。而这时扩音喇叭里只传出了一次拨号的声音，电话那头就接通了。小三兄，找我有事吗？没什么，就是想问问你，长盛大厦收购还顺利吗？很顺利，而且看样子卖家也想尽快套现，我9000万就拿下了，但不包括其中的奢侈品。拿下就行，后面我们改变了企业定位，那些奢侈品大部分就用不上了。我也是这意思。这样吧，你明天来银辉集团一趟，我们详谈。行。言罢，我又看了一眼龙傲天，并说道：孙总，有个叫龙傲天的人说和你关系很不错，有点建议想跟你提提。孙英闻言明显顿了一下，随即说道：龙傲天，我认识的人里没有这号人啊。小三兄，你是不是被人骗了？此话一出，所有人都看向了尴尬到飞起的龙傲天。应该不是骗子，他说他是你公司的员工，你和他聊聊吧。说完，我将电话递到了龙傲天面前，看着通讯录上的电话和名字，他露出一副吃了屎的表情。可是事已至此，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孙总，我是龙傲天，前年公司年会您亲自给我发过优秀员工奖的。是吗？那你有什么话要和我说的？是关于长盛大厦的。我建议您收购之后，先别着急着裁员。你是总公司的还是分公司的？闻言，他心中一喜，觉得孙英用这种口气问他，像是还会有逆转的机会。我是分公司的新晋主管。你他妈一个分公司的主管，管得还挺宽，裁不裁人跟你有个毛的关系？好好上你的班，管好分内的事。此刻的龙傲天羞得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但他更怕被孙英记住，于是赶忙道歉道：孙总，您教训的是我错了。把电话给罗总。闻言，他直接愣在原地。罗总，孙英竟然叫他罗总，我到底是得罪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存在？片刻后，他才反应过来，急忙的把电话递给我。孙总，没什么其他事了，咱们明天见吧。好的，小三兄，那我在公司等你。随着电话的挂断，现场的众人才反应过来，此刻他们满脸写着大大的震惊，因为龙傲天刚刚的举动
就已说明了对话那头的孙英是真的。罗先生，没想到您竟然真的认识孙总，是我肤浅了。这样，我自罚3杯。我们的赌注不是5瓶吗？老公，还是算了吧，5瓶酒会喝死人的。闻言，我给了秀秀一个安抚的眼神，随后又冰冷地看向龙傲天，而他此时拳头紧握，但不敢发动，只是拿起一瓶酒怒喝一声，然后就对瓶吹了起来。随着第一瓶酒喝完，眩晕的大脑让他无法正常站立，直接跪在了地上，再然后就是一顿猛吐。而这时我对他轻声说道：“以后最好别用你那龌龊的眼神盯着我老婆看，否则老子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当这句具有杀伤的话传到龙傲天耳朵后，这时酒醉的他不禁打了个冷战不说，同时头脑也清醒了不少。罗先生，我以后再也不敢了。第二天早上，还没等我去鹰辉集团，这时孙英却是直接跑我家来了。孙兄，昨天不是说好了鹰辉集团见吗？你怎么来我家了？小三兄，其实昨天晚上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召开股东大会，讨论关于长盛大厦新任执行总裁的任命，但是有超过80%的股东都不同意我启用新人，也就是不想让你来担任执行总裁。无妨，我也不希望因为这件事让你为难，我们以后或许还会有其他的合作机会。小三兄，你别误会，我是有直接任命权的。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先做一份计划书，之后我再召开一场股东大会，你在会议上证明一下自己。毕竟你现在没为集团做出过任何贡献，直接上任难免落人口舌，董事会的某些人也可能会暗中找我麻烦。这个简单，你今天方便召开股东大会吗？今天？莫非你早就把企划书做好了？不用做，未来的规划都在我脑子里。行，那就按你的意思办，能不能顺利就任，就看小三兄能否舌战群儒了。放心吧，保证难念。很快孙英就把会议的事敲定了。不得不说，龙头企业的执行力还真不是盖的。下午2点，我跟孙英一同来到鹰辉集团会议室。此刻会议室里坐着10几位股东。孙英，你可别告诉我，你说的那个能把长盛大厦盘活的商业鬼才就是这个小子。没错，就是他。此话一出，现场一片唏嘘。他这个年纪估计连社会经验都不足，还当总裁，依我看，就算让他当个主管都费劲。简直就是胡闹！我绝对不同意你启用这种毫无经验的新人。爸，罗小三虽然年轻，但我可以保证他的能力世所罕见。您不妨先听听他有什么计划，若是计划不符合你们的预期，再拒绝也不迟啊。随着孙英的话音落下，他父亲孙耀先先是仔细看了我一眼，随即说道：“罗小三是吧？既然我儿子那么看重你，想必你在商业上应该有过什么辉煌成就吧？”孙耀先说完这话，几乎所有股东都把眼神聚焦在了我身上。老子的确有过一些成就，可他妈的早就被白梦瑶窃取了。不提也罢，况且白家就在江川市，我今天要是露了底子，白梦瑶怕是明天就杀过来了。想到这，我当即说道：“回老先生，我目前为止还未涉足过任何商业。”我操！重生回到90年代，我用超前的思想帮富二代解决了难题。交谈过后，他不仅认可了我的商业能力，还与我结为了好兄弟。今天他打算把价值1个亿的公司交给我，但不过他的股东们似乎有点不认可我的能力。罗小三，既然我儿子那么看重你，想必你在商业上应该有过什么辉煌成就吧？回老先生，我目前为止还未涉足过任何商业。我操！不是我的好兄弟，你就这么耿直的吗？哼，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你没涉足过任何商业就敢接下执行总裁的担子，你凭什么？小子，虽说长盛大厦对我们鹰辉集团来说不算什么大事，但我们也没糊涂到拿1个亿陪你玩。孙英，你徐叔叔他们的话你也听到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爸，我相信小三兄会给股东们一个交代的。说完，他一脸无语地看着我，并小声地说道：“小三兄，实在不行，咱们吹吹牛也好呀。你这样搞，我真的很尴尬啊。”孙兄，你姑且尴尬一会儿，很快就结束了。各位长辈，我敢笃定，长盛大厦在我手里，不出1个月销售额翻倍，不出1年销售额超过你们鹰辉集团所有的公司。话音一落，在场除了孙英还在尴尬，所有人都乐开了花。小三兄，我说让你吹牛，你咋还把牛吹上天了呀？哼，好狂妄的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小子，长盛大厦不是你实现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之地，万一亏损，到时你可以抽身离开，但最终折损的还不是我们的彩礼。若孙老先生担心的是这个，那就完全没必要。我入驻长盛大厦可以不拿任何工资，若是亏损，也可以算在我头上。小三兄，你玩这么大吗？要知道，万一真亏损了，那可不是几万几十万，而是以千万计算的。无妨，我向来言出必践。言罢，我又冲着众人说道：“不过我也有个条件，既然担了风险，那收益自然也要有。长盛大厦的净收益我要占2成，不算多吧？”看来此人不是来搞些小钱的，野心够大，或许真能成事。先说说你对长盛大厦接下来的规划吧。好说，我先把文件投到电脑上。接着介绍，不用管我。首先要打开格局，去掉之前长盛大厦只服务富人的思路，让长盛面向大众，减少高端进口货，增加亲民产品。比如服装板块的广告语美斯特威邦，不走寻常路。钻戒板块，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让长盛的钻石和爱情绑定。毕竟女人的钱才是最好赚的，而这些只是我想法的冰山一角。此话一出，全场哗然。小三兄，这些广告词你怎么想出来的？牛掰啊！书上看的，只是还没传过来而已，我算是借用一下。
言罢，我又冲着众股东说道：“而钻石行业向来是一本万利，可以作为长盛大厦的主营业务，并且我们要推出定制款钻戒，必须实名认证才能购买，而且每个男人只能定制一次。按照女性心理来讲，没有任何一个女人会拒绝自己喜欢的男人为他们专门定制这种实名制的钻戒。这种营销策略的确有点意思，但这样岂不是没了回头客吗？我一个朋友曾经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其实这个叫引流，也就是一个噱头而已。我们又不是只有定制款。”此话一出，所有人眼前一亮。孙英见状也立马来了精神。小三兄，我果然没看错你。各位董事，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闻言，现场一片寂静。显然，股东们都被我这新颖的思路给震撼到。很好，看来我儿的眼光还是不错的。罗小三，我先给你500万的广告费，小范围实验，效果好的话，公司自会追我了。小三兄，这是任命书，恭喜你正式成为长盛大厦的执行总裁。孙兄，你就等着发财吧。哦，如今董事会这关算是过了，我也顺利占了2成分红，那将会是一笔相当丰厚的资金，足以为我以后打造商业帝国奠定坚实的基础了。当然，还有复仇的能力。第二天一大早，我特意梳亮头发，打着出租车来到了长盛楼下，而长盛的高层在门口排着队伍，像是在迎接着什么人似的。就在他们战战兢兢期待之时，我乘坐的出租车来到了他们面前，这使得画面变得很不协调。我操！出租车？咱们总裁是打出租来的吗？话音刚落，我便下了车。见状，所有人立刻弯腰。恭迎总裁！各位同僚辛苦了。当我说完这句话后，其中的一名青年用着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我。怎么样，雷锋？今天我这发型帅吗？我帅你妈的！周总，我们都搞错了，此人不是总裁。楚轩，你吃错药了，瞎说什么呢？他是我们公司销售员林秀秀的老公，名叫罗小三，就是个吃软饭的废物。你们真的搞错了。话音一落，众人突然反应了过来，脸上满是怒火，尤其是周涛、楚轩失魂落魄的愣在原地，因为这短短的几分钟，他算是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挫败。一直以来，他都是岳母口中的金龟婿，未婚妻眼中的高质量男性，可今天他那可怜的自信心被我击得粉碎。好巧不巧，这时他未婚妻的电话也打了过来。楚轩，妈不是给钱让你给新总裁送礼吗？怎么样，效果如何？有没有升职的希望？楚轩闻言哽咽道：“你知道新任总裁是谁吗？是罗小三。”怎么可能？你是做了噩梦还没睡醒吧？我倒是希望真是一场梦。我已经完了。前几天我不仅骂了他，刚刚在楼下我还让他滚。我的工作怕是彻底保不住了。说完，他整个人虚脱地坐在地上。2小时后，我在长盛高层会议中定下了接下来的发展策略以及广告宣传的工作。会议结束后，我特意留下了楚轩。对不起，姐夫，之前我真不知道你的身份，要是知道，借给我800个胆子，我也不敢造次啊！看在我帮助姐找到工作的份上，求您高抬贵手，我真的不能失去这个工作，没了这份工作，我的人生就要毁了啊！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行，看你知错能改的份上，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你不是管人事的吗？通知下去，中层以下所有员工转为试用期，1周后不达标的全部裁员，当然还包括你。另外，现在公司不像之前卖高端奢侈品的时候提成那么高，他们想主动离职的你直接批了就行。还有，把你姐升为总裁秘书。见我不计前嫌，楚轩兴奋地说道：“好的，罗总，我这就去办。”楚轩刚走，我就接到了孙英的电话：“小三兄，下班后有时间吗？陪我参加个商业晚宴。”行。重生回到90年代，我用超前的思想帮富二代解决了难题。交谈过后，他不仅认可了我的商业能力，还与我结为了好兄弟。就在昨天，他把价值1个亿的公司才交给我，没想到今天又要拉着我冒险投资个几十亿。小三兄，今晚是千帆集团的第5轮融资，他们前4轮就已经融了15个亿了，整个江南省的资本都很看好他们，想来未来定然不可限的。孙兄，看你这架势，今天莫不是打算收购千帆集团的股权？没错，我刚刚跟父亲商量过，此番融资我势在必得。听我句劝，这千帆集团你绝对不能融资，如果融了，你家的英辉集团将陷入泥潭。你这是在开玩笑吧？千帆集团形势一片大好，如果此刻掌握股权，1年后收益定会直接翻倍。你没看到这些跑来参加宴会的富豪吗？他们可是都盯着这个香饽饽呢。现在的确是形势很好，但几天后可就不一定了。何以见得？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这千帆集团大不常规，4轮就融资10几亿，要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所以他们肯定会出事。还有，上面那个想必就是千帆的总裁吧？正是，有什么问题吗？作为兄弟，我就不藏着掖着了。其实我懂一些五行八卦之术，观此人面相，我可断言，他创办的千帆集团就是一个超级坑，能把人往死里坑的那种。所以这次融资，你万万不可投。也就在这时，我的这番话恰好落在孙英的父亲耳中。罗总，我同意让我儿聘用你，是让你管理公司的，不是让你搞封建迷信的。你才刚入职，不想着怎么经营公司，跑来这里掺和什么？爸，是我把小三兄叫来的，寻思着让他帮我出谋划策一下，毕竟他的商业头脑可比公司那群股东强多了。让他出谋划策，他那长盛大厦能否盈利还是个未知数。闻言我一阵无语，看来想要劝孙英不融资是不可能了，毕竟他爹孙耀先这关我就过不了，总不能强行把人拉走吧。小三兄，等一下，好了，你说吧。我知道你在担心风控问题，但这次融资我必须做。这几年我在投资跟集团生意上接连亏损，
现在董事会对我意见不小，所以我只有孤注一掷，借助千帆集团大赚一笔，才能扭转我在董事会的尴尬局面。行吧，你说的话我都录音了，我怕你到时候后悔了会怪我现在没劝过你。放心吧，我绝不后悔。你换，就算融资，我也不建议融太多，收购10%的股份也可以证明自己啊。如果赚了一样能翻倍，万一赔了还能及时止损。哼，罗小三，我承认你有些能力，但这种战略性投资还不是你这年纪能玩得转的。况且误了大事，那都是几十亿的资金，你认为你担待得起吗？这次融资计划我们已经定好了，容不得你在这智慧。哎，好心难劝该死的鬼，或许他们孙家注定有此一劫吧。孙老爷子，是我肤浅了，我刚刚只是以自己的眼光分析了一下，只能作为参考，当不得真。这次融资是我思考很久的，不需要参考你的想法。况且婴儿若是连这点魄力都没有，就不配继承我的商业帝国。丢下这句话，他转身就走。而原本还有些犹豫的孙英，听到父亲的话，突然就坚定了。小三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放心，肯定不会赔的。你开心就好。哎，几天后你怕是赔得连裤衩子都不剩。这么大的腿，难道就这么没了？老子这也算是出师不利吗？哟，这不是孙少吗？看来你们孙家对千帆集团也很感兴趣啊。哼，这不废话吗？不感兴趣，老子来干什么？小三兄，咱们换个地。你身边这货不是那个臭卖地的吗？你们一个卖，一个买，怎么这是还搞出感情来了呀？罗总现在是我旗下子公司长盛的执行总裁，你他妈说话注意点。哼，最近圈里都在传长盛来了一个新总裁，原来就是他这个土鳖啊！你这迷之操作，你爸知道吗？还有，我记得去年咱们签订了一份对赌协议，你输了我5个亿，怎么样？想不想把这5个亿给捞回来？行了，老子还怕你，这回赌什么？长盛这个烂摊子多年一直没人敢接手，就你孙英牛逼不信邪，这回不如就赌这小子给你经营的长盛如何？孙英闻言并未直接回答，而是转头看向了我，我朝他点了点头，给出回应。叫刘承洲是吧？你想怎么个赌法？赌多少？很简单，如果长盛能在1个月内保持不亏损，我付5亿给英辉集团；如果出现亏损，哪怕是亏损1块钱，英辉集团就要付我5亿。小三兄，你看着办吧，我相信你。孙兄，5个亿不赚白不赚。言罢，我看向一脸自信的刘承洲，这个赌我们接了，但我觉得这样赌没什么意思，不如稍微改变一下如何？怎么说？如果我在1个月之内的任意一天就达到盈利，你要提前支付，而且要翻倍给我们10个亿。毕竟这些年长盛谁接谁死，盈利难度就摆在这，没这个噱头，对我们来说不划算。闻言，刘承洲沉思了一瞬，随即说道：“行，我同意。”好，刘少果然够爽快。孙兄，看来老天还是眷顾你的，给了你这么个奇葩的翻身机会。啥意思？几分钟后，二人签好了对赌协议。此时的刘承洲笑得合不拢嘴。半小时后，千帆集团的第5轮融资开始进行。孙英没有听进我丁点劝阻的意思，豪掷了25亿，打败了江南省的一众资本，顺利拿下千帆集团70%的股权。3天后，我在长盛大厦总裁办公室办公。姐夫，大喜大喜啊！经过这几天的广告投放，员工的开单率直线暴增，同比上个月不知翻了多少倍。而且这些客户都很舍得下血本，很多销售都反映比之前服务的那些富豪简单多了。没想到营销策略这么快就起效果了，果然还是女人的钱好赚，很好。这种时候我们更应该趁热打铁，通知下去，今天销售总额前10名的人，在提成的基础上再多奖励3个月的基础工资。我这就去办。看来很快刘承洲的10亿就要到手了，应该足够让孙兄度过这次危机。罗总，没人的时候就不用喊罗总了。老公，是这样的，外婆1周后过60大寿，可我妈却不让我去，估计又是怕我在寿宴上给她丢脸。他这是什么意思啊？那是我们来到江川的第2年，在姥姥的生日宴上，这边的规矩晚辈们都要献礼，我妹晨曦直接给了5000，其他同辈们也只多不少，大姨二姨他们更是送了价值不菲的珠宝，唯独我就带了200块，因为那个时候我跟范闲才刚刚破产，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当时他们都在背地里笑话我，所以就因为这事让我妈觉得没面子。这是简单，咱们1周后直接去，我会备一份厚礼，他们不是看不起我媳妇吗？到时候我帮你狠狠打他们的脸。哎呀，会不会有点太残忍了？我只想让他们不再笑话我就好了。嘿嘿，你先别挑明我俩现在的身份，到时候没有让他们后悔。我听你的。还有，你妈这边以后我们尽一些养育之恩就行了，以后尽量少联系吧。其实我早就这样想过了。话音刚落，我的电话声便响起，打电话的定然是孙英，因为这个电话早就在我的预料之中了。小三兄，我真后悔没听你的，这下我麻烦大了。是千帆集团出事了吧？今天早上千帆集团被爆出窃取用户信息到国外，已经被立案调查了。我在你公司门口，电话里不方便说，我们随便找个地方聊聊。好，我这就下来。小三兄，这次无论如何你都要救我啊！我早就说过，千帆集团肯定会出事，但你和老爷子根本不听我的。是我太自负了，我不该质疑你的。小三兄，上次我好像听你说过你会一些5行8法之术，你能帮我解决这次危机吧？闻言，我故皱眉头，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孙英见我这样，悬着的心似乎悬得更高了，于是我对他调侃道：“你看人真准。”我操！
小三兄，你刚刚那表情真是吓死我了，我就知道你有办法。你先别高兴得太早，这回你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不死就好，那接下来怎么办？还请小三兄明示。我先说下原因，那个千帆集团是在北美上市的，所以他在我们国内窃取用户信息几乎等同于卖国。而你的英辉集团又是千帆最大的股东，想要置身事外是不可能了。我明白这些，现在集团已经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了。你也不必过于沮丧，毕竟你又没有参与窃取用户信息。现在最关键的是银行那边，为了避嫌，他们必然会终止跟英辉集团的合作，最少2年。在这2年时间里，你怕是1分钱都借不出来。还有，若是我没猜错，你投资千帆的25亿也被冻结了吧？没错，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这25亿的流动资金，要是追不回来，再加上银行无法贷款，不出半年，整个英辉运转都困难。之后我面临的最好结果就是被收购了。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追回自己？你要是这样做，只会让自己陷入无休止的官司之中，且毫无作用，还不如暂时放弃这笔钱。毕竟英辉本身是干净的，这批被冻结的资金少则3年，多则5年，迟早会回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好吧，我听你的。那当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第一，立即召开董事会，让股东们不要纠结这25亿资金，把重心放在生意上。第二，向集团旗下的所有子公司发出通告，让他们只做现金生意，不接受延期付款。毕竟现在英辉最缺现金。小三兄真乃高人，我这就去办。不过还有一个麻烦，1个月前，咱们集团订购了一批价值3亿的设备，而这些设备明天就是交货时间。如果拿不出这3亿，我可是要付2倍的违约金。放心，我有办法。听到我这淡定的回答，孙英几乎惊掉了下巴。我操，这你都有办法？放宽心，车到山前必有路，总之一切有我。现在我要回长胜了，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好，你先回去吧。我刚准备走，突然感觉到孙英周身似乎有股灰色气息，随即我又说道：孙兄，我给你提个醒，这件事千万别和老爷子提，并马上通知下去，集团任何人都不准把千帆的事传到老爷子耳中。为什么？我正打算和我父亲说，让他找关系帮我借点钱呢。老爷子自负一辈子了，他可受不起这个打击，到时候一口气没提上来。说到这，我便点到为止。闻言，孙英直接震愣住了，没想到片刻后，他竟突然对我跪了下来。小三兄，谢谢你，只要我还能崛起，今后我绝不负你。见状，我立马把他扶起，并严肃地说道：你我兄弟之间别整这出，搞得老子以后见到你怪尴尬的。哈哈哈，确实有点尴尬了。重生回到90年代，因我思想超前，好兄弟将公司交给我运营，不料他的死对头非要拿我的能力来跟他对赌。为了帮兄弟赢到对赌的10亿资金，曾经这个谁接手谁就死的公司，今天被我做活了。老公，这是这2天我们公司的财务报表，纯利润已经破1000万了。很好，最近你辛苦了。按照2成分红来算的话，我这2天最少挣的有200万了。更重要的是，和刘承洲对赌的10个亿算是到手了。而今天下午就是孙兄那3亿的设备交货时间，在这之前，我得赶紧帮他把这笔钱弄到手。想到这，我向孙英打了过去，而此时的他正在为这笔资金焦头烂额。各位，你们都是英辉的股东和子公司的总裁，这些年风里雨里跟着英辉都闯过来了。这次咱们财务上遇到点小麻烦，我希望大家能拿出一点资金帮英辉度过这次危机。3亿平均一下，每人只需要出2000万就可以了。那个小孙董啊，我这个人大家也都知道的，平时我就喜欢搞些投资了，无奈这些年投资亏了不少钱，实在是拿不出2000万。这样吧，我先做个表率，我出100万。对，我最近也挺难的，我也拿100万。孙兄在忙什么呢？我正在和股东们开会呢。我若是没猜错的话，你是在找他们借钱吧？我操！小三兄，你真是越来越神了，竟然连这都能猜到。这不重要，你犯不着找他们借，等我这就来找你。好的。怎么样？借了多少？别提了，股东们一个个的都是变着法的找借口，什么老母亲生孩子啊，大表哥难产等等，最后只凑了1000多万。这件事能让你认清现实，也不算是一件坏事。小三兄，我现在都火烧眉毛了，你就别笑话我了。要是违约了，我就要赔6个亿啊，到时候就只能卖子公司还债了。你是不是忘了我昨天对你说的话了？这笔钱我真有办法的。闻言，孙英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我。为啥我总感觉你在开玩笑呢？你要从哪弄这么多钱呢？你莫不是忘了咱们跟刘承洲的对赌协议了？自然没忘，可是这对赌协议是要长盛大厦1个月内盈利。说到这，他顿时戛然而止，随即激动地冲我问道：难道说你已经盈利了？闻言，我直接把长盛的财务报表拿了出来。目前为止，长盛纯利润已经达到1080万了。此话一出，他和他的秘书同时倒吸一口冷气，二人怎么都不会想到，长盛大厦那烂摊子这么快就被我盘活了。更夸张的是，只用了短短几天就盈利上千万了，这简直就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真让人难以置信。你是怎么做到的？这只是开始而已，后续只要继续追加广告投入，赚的可不止这点小钱。哈哈哈，真是天不生我小三兄，银回万古如长夜呀！小三兄，你这简直就是创造了商业神话。孙兄又赞了，咱们还是先解决眼下的问题吧。没错，是该找刘承洲要钱了。王秘书，立刻拿着对赌协议去刘氏集团，把那10亿给我要回来。好的，我这就去。王秘书，我估计他爷爷刘永康不会那么轻易的付钱，我教你怎么说。随后我便对他交代了话术。另一边，刘氏集团内，爷爷，这下英辉集团算是彻底栽了个大跟头，不仅被上面调查，
他们还有比3亿的订单要违约了。不出意外的话，英辉集团接下来该变麦子公司了。这是我们的机会，只要他们出售子公司，你就马上收购。我们要一点点的把英辉给吃掉。几十年来，我一直被孙耀宪那老家伙压一头，现在是时候翻身了。放心吧，爷爷，我已经安排好了，只要英辉集团一垮，我就把孙耀先跟孙英这父子俩整死。也就在这时，刘承洲的电话声响起，让他上来。谁打来的？前台说孙英的秘书汪慕雪要见我，估计是来找我们帮忙的。看来他是真走到穷途末路。没多久，汪秘书便来到了办公室，而此刻的刘承洲正满脸铁青的看着我的财务报表和协议。这不可能，这是常人能办到的事吗？那小子还真把长胜盘活了。什么盘活了？你背着我干了什么？说完，他一把夺过刘承洲手中的协议，看完之后脸色也是铁青。混账东西！英辉集团好不容易有了破产的机会，你倒好，自己给人家送上了10亿。见自己爷爷发火，刘承洲不敢作声。不过刘永康作为一个老江湖，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便对汪秘书说道：“汪小姐，10亿毕竟不是小数，我还需花些时间筹集，你先回去等消息吧。想让我给你英辉10个亿，我看你们是在做梦。行啊，给你们也不是不可以，但我必须把你们拖垮先。”而我早就预料到这个老狐狸会这样想，所以才对汪秘书交代了话术。刘老爷子，协议里写得很清楚，只要盈利你们就要立刻付钱。如果您想拖延时间拒不支付，我们英辉倒是无所谓，只是楼下的媒体怕是会很感兴趣，这样一来对刘氏集团的信誉会大打折扣吧。你们毕竟是上市公司，到时候损失的可就不止10亿了。闻言，刘永康顿时气得咬牙切齿，但没办法，因为像他们这种上市公司最担心的就是信誉问题，而我就是利用了这一点，直接戳他的命根子，让他没有任何狡辩的机会，只能妥协。行吧，我认栽。明明马上就要翻盘了，要怪只能怪自己命不好，生了这么个傻逼孙子。接下来，汪秘书顺理成章的接过之后，临走时还不忘我交代他的另一句话：罗总让我跟刘少说一声，感谢刘少爷仗义相助，这个恩情我们英辉集团没齿难忘。给老子滚！说完，他当场气得吐出一口鲜血。1小时后，汪慕雪拿着支票回到英辉集团。董事长，这是刘氏集团给的10亿支票，1分不少。激动的心，颤抖的手，看着支票，孙英宛如做梦一般。没想到刘承洲这回能这么爽快，看来这厮还是有些魄力的，倒是我小瞧他了。哪有什么魄力呀？我找他们要钱的时候，他们都准备赖账不给了，幸亏有罗总教我的办法，否则这钱铁定要不回来。闻言，孙英感动涕零的说道：“我的小三兄简直胜过千军万马啊！孙兄过誉了，咱们还是先办正事吧。”对，先办正事。汪秘书，你去把那3亿货款的账结了。好的，董事长。小三兄，等结清货款后，剩下的7亿咱俩分了。闻言，我直接惊掉了下来，因为我有想过孙英会对我慷慨，但怎么都没想到他会有这么多。孙兄，我只是提了些建议而已。再说了，英辉当下正是缺钱的时候，这钱可以留着以备不时之需。小三兄，你就别推辞了，这3.5亿你必须收，要不是你忙前忙后出谋划策，现在的英辉怕是已经进入死局了。况且有剩下的3.5亿，我只需稳扎稳打，不会有问题的。行，那我就厚着脸皮收下了。好的，我一会儿让汪秘书直接打你腿上。看来我已顺利迈入亿万富翁的行列，距离复仇的计划又近了一步。要想在江川站稳脚跟，下一步就是抓紧培养范闲了。随即我直接动身去了范闲工作的地方，这里是江川一个小有名气的房产中介公司，名字叫我爱你家。范闲2年前是这里的老板，破产后他依然还在这里上班。而这时我忽然发现这条街有些与众不同，这条商业街有成东低西高之势，按照师傅书中描述，东低聚财气，西高展宏图，而且观此处明显气势流畅，吉祥之气重吟，按说应该很热闹才对，为何人烟如此稀少？想到这，我又看向商业街的南侧，隔河相望就是江川东站。原来如此，看来就是这条河阻碍了商业街的运势。但此刻的商业街明显紫气蓬勃，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这条河上很快就要修高架桥了，到那时商业街的价值岂不是成倍上涨？没想到我的第2桶金会来得这么突然。随即我径直走向我爱你家地产公司。你好，我找范闲。你不会又是来投奔范闲的某个穷亲戚吧？我告诉你，他早就破产了，如今只是这里负责接送客户的小司机而已，所以你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老范啊，知道你混得惨，没想到混得这么惨，还好老子回来了，你的苦日子也该到头了。我是来买商铺的。就你还买商铺？你也不看看自己的打扮，像你这种爱装逼的穷屌丝我见多了，赶紧滚，别耽误老娘时间。呵呵，不想被耽误时间，难道这里就没有其他销售了吗？切，行，老娘就看你接下来怎么装。言罢，他转头冲着里面大声喊道：“小雨，过来一下。”刘主管，您找我？你给这人介绍一下我们负责的商铺。好的，主管。随后我被带到会客厅。先生你好，我叫叶小雨，范闲送客户去了，估计一会儿就回来。刚刚你跟主管的对话我都听到了，我猜你是被看不起了，所以才故意说要买商铺的吧？我陪你在这等范闲回来，你就该干嘛干嘛，没必要赌这口气的。看到这个善良的女孩，
我的心情也好了很多。小雨你好，我叫罗小三，我是真的要买商铺，我想买下东边那条商业街。闻言，叶小雨笑了笑，显然他是不相信我所说的，但依然还是对我耐心的说道：东城新街的商铺目前是12万一套，但现在做活动，我可以给你申请5000块的优惠。不过我不建议你买那个位置，因为那边基本没什么人流量。偷偷告诉你，那里的370家商铺根本没人买，只有小部分的租户。谢谢你的忠告，不过我既然选择投资那条街，自然有我的原因。而且我不是要买一个商铺，而是要买下整条商业街。见我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而是再次重复买街，他直接亚麻呆住。什么？你要买整条街？没错，11万5一套，370套就是4255万，我全款买，刷卡。闻言，他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身体都有些忍不住的颤抖。片刻后，他将 POS 机跟购房合同拿了过来，而刚刚那个刘主管像看热闹一样凑了过来。你是在做梦吧，小雨？你不会真以为这个屌丝能买得起整条街吧？而我不想再和他多废话，直接签上了名字，然后将卡从 POS 机上刷了一下，紧接着就是一道清脆的提示音：到账4255万元。见状，二人直接震惊。此时的叶小雨感觉就像是在做梦一样，毕竟4255万，按照2%的提成，那可是80多万的酬劳。而这时反应过来的刘主管则是换了一副嘴脸：老板，刚刚真是多有得罪啊，咱们这个合同还是重新签一下吧。他只是个实习生，权限很低，您要是跟我签的话，每套房子最少还能再便宜5000，370套算下来可就是185万，这么多钱咱也不能让他打水漂了不是？此话一出，叶小雨一副失落的样子，毕竟那是将近200万，正常人都知道该怎么选择，可今天他很幸运遇见的是不正常的。我这个人认人不认钱，碰到喜欢的人100多万老子扔了也开心，碰到不喜欢的花1个字老子都浑身难受。闻言，刘主管直接傻眼了，但他心中更多的是悔恨，因为这一单的提成可以顶他10年的工资了，而叶小雨反倒竟是小脸通红。老板，其实你不用为了我这样的。听到这突如其来的话，我知道我刚刚的话是让这个小女孩误会了。其实我刚刚说的喜欢不是你想的那种喜欢。所以是哪种喜欢呢？这个时候我知道再说下去只会越描越黑，索性直接转移了话题。反正房子我也买好了，接下来就有劳你尽快帮我办好过户吧。这是我的名片，弄好了打我电话。好。话音刚落，一道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小三兄，你咋来了？